今天的故事很安静，适合晚上听。你可以坐好，也可以躺下。故事的名字叫《安静的朋友》。这个朋友不说话，可是小云说他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不说话的朋友，我想听听，这是为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慢中文，我是莎莎，我是波哥。今天我们说的比平时更慢一点，你不用记笔记，只要听。好，故事开始了。小云来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新的城市，新的工作，新的房间。她一个人住。白天他去上班，人很多，很热闹。可是晚上回到家，房间里一个声音都没有。一个人的晚上很长。他给家里打电话，妈妈问：“你好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很好。”说完，房间又安静了。这种安静我知道。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小云回家，走到楼下。他看到了什么？楼梯旁边坐着一只猫。什么样的猫？一只黄色的猫，不大也不小。它在叫吗？没有，它不叫，也不动，只是看着它。小云做了什么？它停下来，说：“你好。”猫说话了吗？猫当然不说话。它做了什么？它看了它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闭上眼睛是什么意思？对猫来说，这是我不怕你的意思。哦，这是猫的语言。小云上楼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她想了那只猫很久。第二天呢？猫还在吗？第二天晚上，她下班回家，猫还在老地方。还是不叫。还是不叫。小云坐在楼梯上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说什么啊？说他的一天，今天很忙，会很长，中午的饭不好吃。猫听得懂吗？谁知道呢？可是他一直看着他，没有走。有一个人听你说话，很好。从那天起，每天晚上，小云都在楼下坐一会儿。猫每天都来吗？每天都来。他说话，他听。它不说话，可是它一直在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他不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在。前面是它不说话，后面是可是他一直在。可是很小，可是很重要。你这句话里也有一个可是。对啊，可是的前面和后面方向不一样。不说话听起来不好，一直在很好，可是把它们连起来。现在请你也做一件小事。今天的小事很安静。用可是写一句话，放在评论区。比如，我很累，可是我很开心。或者，他不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在。写好了就放下手机。今天的评论，明天再看也可以。故事还没完，后来呢？后来有一个晚上下了很大的雨。猫呢？小云回家的时候，楼梯旁边没有猫。它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小云站在楼下等了一会儿。它担心了。对，担心就是心里放不下。雨那么大，它那么小。小云在楼下慢慢地找，她小声地叫：“猫，猫。”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在楼下最里面的角落，猫在那里，
全身都湿了。可怜的小东西。他看到小云，轻轻地叫了一声。这是他第一次叫。对，小云把他抱起来，带回了家。然后呢？他给他一个温暖的地方，一点吃的，一点水。那天晚上，猫在他家睡了。房间里还是很安静，可是这个安静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安静是没有人，现在的安静是有一个朋友在。一样的房间，不一样的安静。从那以后，猫就住在小云的家里了。它有名字吗？有了，小云叫它豆豆。豆豆很好听。现在每天晚上，小云回家开门的时候，豆豆都在门口等她。它还是不说话。还是不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在。好朋友不一定说很多话。对，有的朋友安安静静的在你身边就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安静的睡前故事，就订阅慢慢中文。晚上睡觉以前，用一个慢慢的故事结束你的一天。你听故事，我们陪你。像豆豆一样，不吵，可是一直在。现在睡觉以前，我们把今天的句子轻轻地再说一遍。你也可以小声地跟着说。他不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在。他不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在。我很累，可是我很开心。我很累，可是我很开心。好朋友不一定说很多话。好朋友不一定说很多话。很好，今天不用记住所有的词，记住豆豆就够了。别忘了那件安静的小事。用可是写一句话，明天放进评论区也可以。下一集我们回到白天，聊两个很小的词。不和没，我不去，我没去，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下一集慢慢说。谢谢你今天的10分钟，我是莎莎。我是波哥，晚安。晚安，慢慢来。